装在旧胶片里的爱情之所以动人，因为眼里只有一个人。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这些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沈浩明，你怎么来了？我知道你要加班，给你买了一些甜品，来，你从哪里知道我要加班的？你看，有 cookies， 有面包，有……我在开会。哦，我能旁听吗？当然可以，请坐。谢谢。继续。我对研一方的发展建议很直接，向资本融资。近3年，国内有新超过4400万家创业公司，可以说每7秒就有一家新的公司成立。存活1年的概率是20%，2年4%，3年只有0.8%。徐总，你有没有想过，存活率这么低的原因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找到一款真正被市场认可的产品，或者说是服务。当然，资金匮乏、人才的短缺，还有拓展市场的局限、管理不当，也都是重要的原因。没错，100家初创公司有99种死法，但最关键的就是资金问题，没有之一。比如一个新品牌的冷启动阶段，一个周期的营销费大致在300万上下，1年的营销费就要接近1000万。一句话，想要成名，钱不能停。但我认为，除了钱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产品。一个好的产品要根据市场需求去配合更新。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初创公司，要做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就需要不断的磨合，不断的试错。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烧钱。所以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就不可能获得更多容错的机会。作为一个企业创始人，从创业的第1天开始，就必须把融资上升到最高战略。只有确保现金流，才能够活着。你说的没错，研一方已经不止一次遇到过这样的险境了。但你现在有我，有远航。我不仅仅可以为研一方注入资金，支持你们的业务扩张，放长远看，只要远航领头，以后资金问题就不会成为你发展中的羁绊。有钱，人才问题、品牌问题、发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沈总是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吗？亮总，你是说了不少的好处，但弊端你是一点也不提啊。什么意思？在互联网圈子里面，资本助力企业致富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就算是把它包装成为一个天使，但是资本本身终究不是慈善家，更不是许愿池。他在你身上投钱，是希望在你身上拿到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回报。亮总，你就直接告诉我，你会不会跟严一方签对赌协议吧？
天买好甜品来到了公司，之后便赖着不走，盯着两人不让他俩有任何的亲密接触，甚至在蒋亮发表自己的观点时，上前直接反驳了他的观念。在经营公司上，沈浩明比蒋亮强的不止一点。蒋亮在商界一直都是个花花公子，靠着他姐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以他的有些观念还是不如沈浩明。此刻的许岩也没有闹脾气，而是专心听着沈浩明传授的经商之道。最后一个建议，将来无论是我、蒋总，或者是更高阶的人给到你建议，你可以监听，但是千万不要轻信。最终的决策是自己的判断力。我知道了。知道就好。看到许岩认真听取了自己的建议，沈浩明很是得意地坐在沙发上，还给了蒋亮投去了一个挑衅的眼神。许岩走后，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十足。晚上，于一鸣再次找到乔琳，这次的他准备很是充分，买了许多彩妆送给乔琳，还做了攻略，一一跟乔琳介绍化妆品的用处和适合她的口红。乔琳听着他的介绍很是惊讶，没想到于一鸣会去了解这些。因为你喜欢，这样以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你也不会嫌弃我。这番话彻底感动了乔琳，两人终于化解了之前的矛盾，在一起了。日子看似平静，背地里却暗流涌动。沈家的对手翟总为了不让巴莱金和沈浩明合作，派商业间谍调查沈浩明和许岩离婚或者感情破裂的证据。三番五次的失败后，将所有的希望放到了沈浩明的律师韩卫东身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方雷也好，你在律师圈的人脉也好，3个月之内必须拿到他们离婚或者感情破裂的证据。记住，千万不要让你干爹失望。如果这2条路都行不通，严一方也是另一个办法。但许岩的严一房在蒋亮的投资下，越来越步入正轨，设计出了许多好看的款式。许岩忍不住将这些喜悦全部都分享给了姥姥，甚至还给姥姥做了几身衣服。姥姥，您仔细看啊，我们这衣服上面全都是纯手工的，您肯定懂，一针一线，这都是非遗文化。许岩与乔琳一同出现在姥姥面前，通过视频通话，将严一方精心制作的新款服饰逐一展示给屏幕那端的老人。许岩还特别提到自己亲手为姥姥设计缝制了一套专属服饰，这份心意让视频那头的姥姥笑得合不拢嘴，直称自己是严一方最忠实的满级铁粉。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姥姥带着满足的笑容结束了通话。然而挂断电话后的许岩心中却泛起了层层涟漪，他深知姥姥总是以笑容掩饰着对他的思念与牵挂，即便心中渴望相聚，也总是担心自己的到来会打扰到孩子们的工作与生活。这份深沉的爱让许岩更加坚定了要在荆州站稳脚跟，为姥姥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的晚年生活环境的决心。命运似乎总爱在不经意间设置考验。正当许岩与团队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新一批成衣的入库工作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所有计划。送货车在前往仓库的途中突发故障，停在了半路上。面对即将到来的滞留金罚款和紧迫的时间限制，许岩迅速联系了冠冠，说明了当前的困境。冠冠虽即刻着手安排救援车辆，但修好故障货车至少还需3-4个小时，时间紧迫不容拖延。就在众人焦急等待之时，沈浩明意外地出现在了公司。沈总，这么慌张，是发生什么事了？妍姐出事儿了。他的车坏在半路上了。他仿佛是命运派来的救星，迅速驾驶着一辆备用货车赶到了事故现场。没有过多的言语，沈浩明首先让疲惫不堪的许岩上车休息，自己则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搬运工作中，将一箱箱成衣从故障车上转移至新车上。许岩坐在车内，透过车窗望着沈浩明忙碌的身影，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他开始意识到，或许沈浩明对他的感情并未如他所想的那般淡去，他正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尝试着挽回这段曾经的感情。看着沈浩明因劳累而微微喘息的样子，许岩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关怀，拿起水和纸巾走向他。沈浩明接过水一饮而尽，那瞬间的满足与疲惫交织在他的脸上，让许岩的心不由自主地软了下来。他询问许岩为何要亲自参与送货这样繁重的工作，言语间透露出对许岩安危的担忧。第一批货嘛，我不想有任何意外，所以就亲自过来验收，要去看一下下一批货的情况。你呢？沈总这么大的公司，自己来帮忙。沈浩明解释到，自己是因为公司团建活动，本想联系陈琳了解情况，却迟迟得不到回应，这才决定亲自前来查看。他强调希望许岩不要因为他的帮助而感到有压力，但许岩的心中却有着自己的坚持。他告诉沈浩明，自己并不介意他的帮助，但更希望的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沈浩明听着许岩的话，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承认自己过去确实过于自负，没有充分认识到许岩的独立与坚强，也没有珍惜他给予的支持与帮助。此刻的他只希望许岩能够不再那么辛苦，能够活得更加轻松自在。但许岩却微笑着摇了摇头，
他说，追求梦想的道路虽然艰辛，但每当看到自己的努力有所回报，那份满足感与幸福感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谈话间，许岩也提到了沈浩明与蒋亮之间的矛盾。他虽然明白两人之间的恩怨，但作为研一方的股东之一，蒋亮提出的许多建议都极具价值，对公司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他希望沈浩明能够放下成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蒋亮，共同为公司的发展努力。随着最后一箱成衣被安全地搬上货车，两人一同坐进了驾驶室，踏上了前往仓库的旅程。长时间的劳累让沈浩明不禁靠在了许岩的肩上，车厢内只有轻微的呼吸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车流声。许岩静静地坐着，感受着肩上传来的重量，心中五味杂陈。这一刻，他也终于意识到了沈浩明和他之间的感情似乎没有结束。很快，在众人的努力下，研一方的第一批成衣全部售空。研一方的第一批成衣全部售罄。研一方凭借卓越的质量与独具匠心的设计，迅速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用户反馈退货率极低，好评如潮。这不仅是对产品本身的认可，更是对研一方品牌信誉的肯定。许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市场信号，决定乘胜追击，启动第二批预售计划。他有着更为宏大的蓝图，若第二次预售能取得预期成功，那么第三批预售便可尝试在线上铺开，同时增设生产线，提升产能，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此外，他还计划深化线上营销策略，为第二批衣服的推广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各位，现在我们全力的备战第二批成衣销售，各部门注意工作衔接，保持节奏。然而山海浮沉，成功背后往往隐藏着未知的挑战。次日，当许岩踏入公司时，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第二批成衣尚未正式发售，市场上却已出现了同款仿制品。这些仿制品虽外观相似，但面料与做工却大相径庭，价格更是低廉的令人啧舌。我们的这款卖3999，他们这个才卖399，而且上线一天卖了几百件，我们总共才上线100件。更糟糕的是，对方不仅利用低价策略疯狂抢占市场份额，还雇佣网络粉丝及博主对研一方进行恶意抹黑，企图通过宣传击垮这个新兴品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许岩迅速冷静下来，开始分析可能的原因。他推测，要么是工厂内部泄露了设计图纸，要么是有人故意购买黑稿进行打压。然而现实比预想的更为残酷，店铺订单骤减，退单率飙升，而工厂方面不仅否认泄露图纸，还提出了预先支付30%定金的要求，这无疑让研一方的处境雪上加霜。此时的许岩才明白，这次研一方真的遭到危机了。与此同时，蒋亮从姐姐那里得知了研一方的困境，姐姐建议立即终止与研一方的合作，认为在这次危机中，研一方很难全身而退，即便日后澄清，也难以恢复往日辉煌。但蒋亮却有自己的打算，他约许岩共进午餐，试图用自己方式给予他支持与鼓励。餐桌上，蒋亮耐心分析当前形势，表示愿意动用个人资源帮助研一方渡过难关，即便公司暂停资助，他也愿意自掏腰包。然而许岩却婉拒了蒋亮的好意，他深知蒋亮若在公司决策上与主流意见相悖，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与非议。他更倾向于采纳沈浩明的建议，避免与资本过度绑定，保持品牌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蒋亮见状，只得承诺公司只是暂时暂停投资，待危机解除后，投资将会恢复，他本人也将继续担任投资人角色。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坏事，起码让我知道了我有一个这么好的投资人，有一个这样有情有义的朋友。回到公司后的许岩看到团队成员们士气低落，他深知此刻需要的是团结与信心，于是他组织了一场紧急会议，共同面对挑战。会上他做出了决定，首先对所有正规渠道购买的衣服实行全额退货退款，其次暂停与涉及抹黑行为的博主合作。随后他决定不再删除任何负面言论，而是选择正面回应，直面危机。同时许岩还宣布了第3批衣服的制作计划，强调此次必须严格保密设计细节，一旦设计完成，立即投入生产，以更快的速度回应市场需求。然而危机似乎并未就此止步，正当研一方全力应对网络言论时，物料供应商也找上门来，要求提前结清尾款，以防研一方因资金链断裂而无法履行合同。供应商态度坚决，表示这是为了降低自身风险。乔林试图以合同约定为由进行拖延。张经理，咱们也合作挺长时间的了，您今天闹这么一出，这说难听点可叫落井下石。既然您这样，那我也不客气的告诉你，钱你今天肯定拿不到，一切只能按照合同办事。你要是再这么继续闹下去，请你出去。刚才开会已经说过了，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研一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所以您不用担心。许愿小姐，
好久不见。让谁也没想到的是，那个曾处心积虑想要揭穿许岩和沈浩明关系的男人，竟又一次阴魂不散地找上了许岩。他一来便直入主题，谈起许岩目前深陷的种种困境，那副模样仿佛对许岩的处境了如指掌。此时许岩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蒋亮曾说过的话：很少有初创品牌能在短时间内被迅速推到风口浪尖，这背后大概率是有人在暗中操控。你这是在善意的提醒我，还是在警告我？可面对许岩隐晦的试探，男人却满脸无辜，坚决不承认有任何幕后操作，还一本正经地宣称自己是严一方的粉丝。然而话锋一转，他还是暴露了真实目的，直言自己关心的始终是金达公司和思拓公司谁能与巴莱金的公司达成合作。接着他又就是重提，强调之前在度假村的提议依旧有效，只要许岩愿意在公众面前宣称自己和沈浩明的关系破裂，他就能立刻帮许岩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2000万资金瞬间到账，许岩听后内心没有丝毫动摇，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男人史蒂夫的交易。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道小坎，他有信心凭借自己的能力跨过去。随后他礼貌而坚定地示意史蒂夫离开。这突如其来的交易让许岩倍感压力，然而环顾四周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或求助的对象。这时他只想逃离现场，找个能释放工作压力的地方，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其实眼下这种情况，他可以把工作压力吐露到有温度的社交平台，像 SO 就很温暖，这里的人愿意花时间倾听他的经历，可以给他安慰和鼓励，而且瞬间广场上有很多感受相通的灵魂，有了他们的陪伴，许岩或许就没有那么难受了。想有人陪伴，我推荐 SO。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轻易放过许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严一方刚遭遇外部危机，内部又出了大问题，财务总监突然提出离职，而且态度强硬，声称明天就要走人。许岩顿时慌了神，要知道公司所有的账款往来、供应商对接，可都是这位总监负责的，短时间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接替。无奈之下，许岩只能搬出合同条款，强调财务属于特殊岗位，必须提前1个月通知离职，以便做好工作交接。可财务总监却不为所动，两人因此在公司里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气氛一度十分紧张。就在这时，林涛意外出现了。他深知财务岗位的重要性，一进来就严肃地指出，必须确保后续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移交的材料也必须真实可靠。袁总，希望你找一个有经验的人给我交接，否则啊，过时不候。巧了，本科财务专业，硕士金融专业，有会计证，惹到我算你踢到钢板上了。原来林涛原本打算回老家，但因为之前的一些事情，心里一直过意不去，想要当面向许岩道歉，于是便来到了这里。林涛不愧是从银行出来的专业人士，一接手财务工作就迅速进入了状态，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各项事务，一直忙碌到深夜。乔林看到林涛如此辛苦，特意送来泡面。林涛趁机向乔林透露了公司目前的严峻形势，账目上这个月资金只出不进，按照这个速度只能维持1个月了。第二天，许岩又迎来了新的挑战。上次来的材料供应商，这次竟然带着物流和生产商一同前来。三人一见面就气势汹汹地提出，第3批订单的定金必须提高1成。尽管此时公司账户上资金紧张，但为了维持合作关系，许岩不得不勉强同意。可这三人得寸进尺，紧接着又要求许岩结清第2批的尾款。面对三人的步步紧逼、咄咄逼人，许岩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没问题，但我也有一个要求，一旦你们收到了款项，严一方将永远跟你们停止合作。我知道现在外面传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对严一方伤害很大，但那都是故意的抹黑造谣，风波总是会过去的。许岩再次向3位合作伙伴重申了严一方对产品质量的把控，他语气坚定表明，若款项立刻结清，双方的合作将即刻终止，并给予对方1分钟的考虑时间。正当气氛紧绷至极点，沈浩明意外地引领着巴莱金的夫人步入会场。原来夫人这次是作为莫斯科代表参与中俄文化交流访问团而来，他对严一方早有耳闻，于是这次特意前来参观。得知许岩正与合作伙伴进行关键谈判，巴莱金夫人表达了她的愿景，希望严一方能迈向国际舞台，并主动提出可以提供助力。他透露自己即将出席一场规格极高的国际晚宴，希望能穿着严一方的服饰亮相。许岩见状，礼貌地邀请夫人暂离谈判现场，由他亲自陪同挑选服装，而沈浩明则接手了与3位合作商的对话。面对沈浩明，3位合作商的气焰明显收敛，他们注意到新到的俄罗斯地产界重量级人物的夫人，意识到严一方背后有着不容小觑的支持力量，意识到形势逆转，3人不得不放下之前的强硬态度，选择妥协。我今天呀，给您下一保证啊，以后徐总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您放心。
谢谢。另一边，许岩细心地为巴莱金夫人挑选着礼服，每一件都力求完美匹配夫人的气质与晚宴的庄重。夫人对许岩的品味赞不绝口，同时关切地询问起严一方当前面临的挑战。许岩虽不愿多谈困境，夫人却已从旁侧了解到一些情况。她鼓励许岩坚持下去，回忆起在度假村时许岩对事业的执着与热爱，坚信这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风浪，无法动摇许岩的决心。我会尽我所能渡过难关的。我也会穿着你的衣服走遍全世界的。夫人还透露，巴莱金正在对沈浩明的公司进行为期3个月的考察，期间不容有任何重大事务。许岩听后邀请夫人在考察期间常来严一方做客，享受一段轻松时光。夫人欣然应允，两人随后便继续沉浸在试衣的乐趣中。随着许岩与沈浩明一同将夫人送别之后，许岩对沈浩明今日的鼎力相助表示由衷的感谢。沈浩明则借机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他知道许岩独立坚强，不愿轻易接受帮助，但是还是希望许岩不要拒绝自己的好意。说着，他展示了手机上的信息：青蓝杯服装设计大赛的报名，这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赛事，若严一方能在其中脱颖而出，不仅能证明自身的实力，还能有效回应外界的质疑。沈浩明已悄然为严一方报名，这份默默的支持让许岩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意识到与沈浩明之间的联系似乎正悄然加深。回到严一方后，许岩立即着手规划，决定将团队分为2队，一队专注于第2批成衣的生产，另一队则由瑶瑶带领全力备战青蓝杯。瑶瑶决定采用纯手工面料，结合精湛的苏绣技艺，力求每一件作品都达到极致的精美。无论是实物展示还是照片拍摄，都要展现出严一方的最高水准。经过一番紧张而有序的准备，最终成品在众人面前惊艳亮相。其细腻的工艺与独特的设计赢得了阵阵赞叹，也让大家对即将到来的比赛充满了期待。然而，就在一切看似顺风顺水之时，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打破了平静。许岩从财务这里得知，公司账目再次出现异常，且此次情况复杂，负责的董总监已离职，使得问题调查陷入僵局。更棘手的是，董总监目前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这无疑给本就紧张的局势又添了一层阴霾。上回和董总监一起工作对接的那个林先生，我看他业务能力挺强的，要不我们找他帮帮忙？我知道了，先忙吧。你知道财务总监一直都招不到，财务助理已经忙得晕头转向了，所以他来问我能不能让林涛暂时来顶替一下。因为严一方近期遭遇了财务困境，合适的人选迟迟未能招到，这让许岩倍感压力。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邀请林涛加入严一方的财务团队。乔林对此表示无异议，他认为当前应以解决公司难题为重，至于于一鸣那边，他会妥善解释。林涛的加入如同为严一方注入了一股新鲜而强劲的血液，他迅速投入到工作中，对缺失款项的部分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审查。很快他便发现此次涉及款项的公司与之前收据上的一家公司同名，这一发现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通过进一步比对收据信息，林涛迅速锁定了问题所在，并成功解决了款项缺失的难题。正当林涛准备功成身退离开严一方时，许岩却拦住了他的去路。他得知林涛目前尚无稳定工作，且因来荆州寻找乔林而失去了老家的银行职位。许岩看中了林涛的财务才能，认为他正是严一方目前急需的财务总监人选。他诚恳地邀请林涛正式加入严一方，为公司的财务管理保驾护航。林涛听后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深知加入严一方不仅意味着能在荆州站稳脚跟，更能让远在老家的父母安心。于是他欣然接受了许岩的邀请。来，欢迎你加入。欢迎加入。谢谢你们的信任，我一定守好财务这块阵地，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然而严一方的麻烦并未就此结束，财务问题刚得到解决，青蓝杯退赛的消息便如晴天霹雳般传来。众人震惊之余，立刻前往青蓝杯举办方处，试图弄清事情原委并寻求解决方案。但举办方态度坚决，表示严一方目前饱受非议，让这样一支队伍参加比赛，无疑会损害比赛的声誉和质量。面对这样的结果，瑶瑶等人虽费劲解释，却也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时间的心血付诸东流。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们再为难我也没有意义。你们现在有这个时间，倒不如好好做做公关，洗掉污点最重要。与此同时，沈浩明也接到了退赛的通知。为了帮助许岩挽回舆论劣势，他毅然决定接受孙思维的采访。在采访中，沈浩明详细阐述了严一方所遭遇的困境，以及许岩一直以来的低调与努力。他指出，有人趁机利用劣质商品抹黑严一方，这种行为与建造房子时只追求低价而忽视品质无异。他强调，严一方的品质是无可挑剔的，那些抹黑的行为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沈浩明还表示，自己从许岩身上学到了许多，尤其是他帮助偏远地区居民就业，让家长能回家陪伴孩子的善举，让他深感敬佩。我爱人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情感的事，他是我的榜样，更是我的骄傲。
许岩在屏幕前看着沈浩明的采访，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感。他意识到沈浩明是真的在关心他。第二天，许岩来到公司，发现昨晚沈浩明的发言已经为严一房挽回了不少名誉，粉丝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对严一方的质疑声逐渐减弱。许岩深知这是反击的好时机，他决定利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向公众解释严一方最近发生的一切，还原事实真相。冠冠再次担任主播，他穿着严一方的服装，自信满满的出现在镜头前。他向观众展示了严一方的设计理念、制作工艺以及品质控制等各个环节，让观众对严一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严一方通过直播成功挽回了声誉，之前的青蓝杯主办方也恢复了严一方的比赛资格。这次事件不仅让许岩和严一方走出了困境，也让沈浩明赢得了巴莱金的认可。巴莱金表示，他看重的不仅仅是沈浩明公司的实力，更是他对许岩的帮助和支持。沈浩明没有掩盖许岩的光芒，而是在背后默默支持他。这种品质让巴莱金深感敬佩，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与沈浩明合作的决心。其实，让我下定决心和金大的牵手，正是因为看到你经营夫妻关系的智慧，还有你夫人身上的那股拼搏向前的冲劲。严一方的危机刚刚画上句号，就在这时，于一鸣意外的在严一房门外与下班的林涛不期而遇。昔日因为乔林而生的情敌关系，在此刻却意外的迎来了转机。林涛神情坦然，主动打破了沉默。他告知于一鸣，自己已彻底放下对乔林的情感纠葛，此次加入严一方，纯粹是为了助力其度过财务难关，同时也是为自己寻找一个稳定的职业归宿。于一鸣听后心中五味杂陈，但更多的是释然与敬佩。他缓缓伸出手，与林涛紧紧相握，两个男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在这一刻化为了无形。希望你能为严一方出一份力。大家都是成年人，也希望你说话算话。恰在此时，乔林从严一方内走出，目睹了这一幕，他心中涌动着感激之情。对于一鸣和林涛能够化解矛盾，他深感欣慰。于一鸣见状，轻声对乔林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他能无忧无虑，不受任何负担的困扰。随着青蓝杯比赛的临近，严一方上下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终于，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严一方凭借着独特的设计理念和精湛的工艺，成功跻身总决赛之列。然而，就在众人沉浸在喜悦之中时，许岩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凝视着即将呈现给观众的舞台布置和模特展示，心中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缺失感。尽管一切看似完美无缺，但他总觉得少了些什么，那份能够触动人心、引发共鸣的情感元素。面对即将到来的总决赛，许岩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环顾四周，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这时他只想逃离现场，找个能释放压力的地方，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其实眼下这种情况，他可以把压力吐露到有温度的社交平台，像搜就很温暖，这里的人愿意花时间倾听他的经历，可以给他安慰和鼓励，而且瞬间广场上有很多感受相通的灵魂，有了他们的陪伴，许岩或许就没有那么难受了。想有人陪伴，我推荐搜。正当许岩陷入沉思之际，沈浩明的出现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所以为什么还是不能打动你？他总能洞察许岩的心思，一句简单的话语便说出了许岩心中的隐忧。许岩坦言自己对目前的准备工作十分满意，但总觉得缺少了与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无法真正打动人心。他渴望在服装之外传递出更多的情感与温度。沈浩明虽对服装设计一窍不通，但他却以独特的视角为许岩提供了启示。他认为每一个创作者的初衷都是质朴而纯粹的，或许严一方的舞台与模特展示未能充分传达出许岩想要表达的情绪，但这些东西是给予不了灵魂还有情感的。你还记不记得你做严一方的时候，最感动你的是什么？这时许岩想起了瑶瑶曾提及的彝族服饰，那些承载着母爱与传承的衣物，每一件都蕴含着母亲对女儿的深情厚谊。他恍然大悟，原来彝族服饰的精髓在于那份无私的母爱与代代相传的温情。于是他果断决定更改方案，将母爱传承作为总决赛的主题。第二天，当许岩带着全新的设计理念走上舞台时，他彻底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评委。母爱传承的主题不仅展现了服装的美感，更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严一房因此荣获了最具商业价值奖，口碑逆转，再次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与尊重。晚上，众人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其实这一路走来真的挺不容易的，有多难，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严一方能到今天，荣耀是属于在座的每一个人。许岩在致辞中感谢了每一位团队成员的付出与努力，但特别想要感谢的一个人却让他陷入了短暂的犹豫。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感谢沈浩明时，他却出人意料地提到了蒋亮。原来从严一方初创到如今的名声大噪，蒋亮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与铭助，这份情谊让许岩铭记于心。然而之后，蒋亮却准备为许岩介绍一位西班牙设计师，他还在一旁细心地指导许岩如何用西班牙语打招呼。这份突如其来的关心让沈浩明心中醋意大发。
他看着蒋亮与许岩亲密无间的样子，心中五味杂陈，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在胸中翻腾。他的眼神变得锐利而冰冷，双手不自觉地握紧，开始在餐桌上磨起了餐刀。军师于一鸣见状，深知情况不妙，无奈之下只能示意乔林去阻止许岩与蒋亮之间过于亲密的互动。沈浩明见状，心趁机端起酒杯，想要与许岩碰杯，试图缓解内心的紧张与醋意。然而许岩的朋友却突然拦住了他，还提及上次在家中关于商场的旧事。沈浩明虽心中不悦，但为了维持表面风度，只能先应付着，承诺上次答应他们免费逛商场依旧作数。可就在这时，蒋亮又与乔林聊得热火朝天，两人眉飞色舞，甚至还要互加联系方式。我们家乔林性格就这样，跟谁都能聊得来，没事啊，没事。好，那真。这个蒋亮确实不是个东西啊，控制不了我的巨大。这场景让同病相怜的沈浩明和于一鸣瞬间站在了同一战线。于一鸣赶忙上前拦住蒋亮，表明自己是乔林的男朋友，成功阻止了二人进一步的发展。沈浩明再次试图与许岩碰杯，可许岩又被朋友缠住，众人纷纷向他表示感谢。那杯象征着和解与亲密的酒，始终未能如愿喝下。然而就在二人准备碰杯的关键时刻，蒋亮突然提出要玩飞镖游戏，还声称中标的人能获得现金奖励。这一提议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游戏上。蒋亮又提议第一镖让许岩先来，许岩考虑到沈浩明的心情，便邀请他一同参与。然而沈浩明看着情敌蒋亮，心中的怒火噌的一下冒了起来，他黑着脸冷冷地表示自己不想玩，可众人却一直劝说许岩赶紧开始游戏，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那我先走了。许岩似乎还在为之前沈浩明的某些行为而生气，他没有过多的回应。沈浩明见状，心中的委屈与愤怒交织，他猛地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随后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许岩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也将手中的酒一口喝干，最后回头看向沈浩明的眼神里分明藏着在乎。另一边，沈浩明和追出来的于一鸣在街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喝起了闷酒。夜色渐深，街边的灯光昏黄而温暖，却照不亮他们心中的阴霾。于一鸣看着沈浩明失落的模样，忍不住说道：许岩今晚没有他的陪伴，其实也很失望。沈浩明苦笑着说自己已经用尽了所有办法，却还是没能挽回许岩的心。他赌气地说自己以后绝对不会打电话给许岩，要是打了就不姓沈。然而还没过2秒，酒精就冲昏了沈浩明的头脑。妍妍不会杀我的，她是爱我的，对不对，妍妍？妍妍，浩明，我跟你讲，你沈字被摘了啊！我不要沈字，妍妍，喂，接我电话。与此同时，许岩送走众人后，独自一人在餐厅里喝酒。他强颜欢笑，试图掩盖内心的失落，可那微微泛红的眼眶和偶尔闪过的落寞神情，还是出卖了他的真实情绪。他嘴上说着自己很开心，可心里却空落落的。许岩离开餐厅后，坐车回家，在车上，他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沈浩明在远处呼唤着他。当乔林准备送他回家时，许岩却突然说这不是他回家的路，随后让师傅掉头前往城东33号7栋。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许岩的脸上，他缓缓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和沈浩明睡在了一起，两人都脱光了衣服。原来昨晚于一鸣送醉酒的沈浩明回家后不久，乔林也扶着同样醉意朦胧的许岩来到了这里。两人脚步踉跄，眼神迷离，都固执地认为这里是自己的家。一进门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他们互相指责对方走错地方。这是我的酒吧，报什么警？这是我家，这是我的家，我家，我的家，我的。然而上一秒还在争吵得面红耳赤的二人，下一秒突然紧紧相拥，如同久别重逢的夫妻，亲密的难舍难分。你好美，公爵，你超美。你终于回家了。你刚才听到我一直在喊你的名字吧？我就知道是你在喊我。这时许岩不经意间发现家里原本挂着的婚纱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艺术照。沈浩明见状，急忙走到许岩身边，转过身露出后背，得意地表示艺术照上的人就是自己。说着他伸手拿走艺术照，那幅结婚照便完整地展现在二人面前。这一瞬间，二人之间的关系也隐隐有了恢复到从前的迹象。随后他们的目光又被鱼缸中的观赏鱼吸引，两人兴奋地讨论起来，竟异口同声地表示想要把小鱼煎着吃了。可前一秒还在兴致勃勃计划吃鱼的二人，下一秒就突然吻在了一起，热情而炽烈。乔林和于一鸣看到这突如其来又火辣的一幕，无奈地对视一眼，只好将二人送到房间中去，这才有了今天早上这令人意外又惊喜的场景。乔林和于一鸣向二人讲述完昨晚的闹剧后，便以约会为由匆匆离开了，留下许岩和沈浩明二人独自在家。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微妙而尴尬的气氛，为了打破这份沉
默，许岩率先开口说自己要去上班，随后便开始四处寻找昨天落下的包。就在许岩准备离开时，沈浩明突然一个箭步上前，拦住了他的去路，顺势将他壁咚在墙上，眼神中满是深情与渴望，想要吻上去。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原来是沈浩明的妈妈来了。无奈之下，二人只能暂时停下，强装镇定，脸上却都带着一丝未消的红晕。等到外面没有动静，以为妈妈已经离开的二人，又一次想要继续拥吻。好想走了。走了。我还没走哦。可就在这时，妈妈突然又折返回来，手里还提着早餐，二人瞬间愣住，场面尴尬到了极点。沈浩明灵机一动，赶忙解释说他们在锻炼。妈妈看着二人这模样，心中已然明白，沈浩明成功追回了许岩，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吃饭时，妈妈提起沈浩辰成功晋级马术比赛，想要邀请朋友来家中做客，希望许岩能够帮助策划。许岩欣然同意后，便说自己要去公司拿文件，准备先离开。妈妈也趁机让沈浩明赶紧送许岩。终于，许岩再次坐上了沈浩明的奔驰大 G。在回去的路上，两人都不说话。沈浩明觉得气氛很是尴尬，便打开了车上的音乐。怎料刚打开，第一首歌竟然是婚礼进行曲，真是音乐都在助攻两人。奈何沈浩明就是不争气，由原来的好命歌转换成嘴硬歌，当着许岩的面就是不说自己的真心话。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许岩说起最近的研一房终于步入正轨，终于回到以前正常的样子，自己也打算做更多的传统织染工艺的衣服。沈浩明也谈到自己与巴莱金的合作马上达成，接着邀请许岩和巴莱金夫妇共进晚餐。许岩很是爽快地答应了。不知道那个巴莱金先生喜欢喝果酒还是洋酒？行，我多备点。听完这些话的许岩想起昨晚的事情，说了句还要喝酒吗？此时的沈浩明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本正经说酒是个很好的东西，可以拉近大家之间的距离，提升好感。刚说完他就反应过来，让许岩明天不要喝了。我可以喝。两人说着对方能够听懂的话。这时许岩突然看到沈浩明的车油箱空了，忍不住提醒他一句：要加油了。我一定会加油的。你车该加油了。回到公司后，许岩在大家口中得知，自从他们在服装大赛获得奖项后，之前找麻烦的工厂也都保证继续合作。这件事情让他深刻意识到，只有自己变得强大了，才会被世界微笑对待。于是他让大家忙完这阵先回去休息休息，整装待发。然而就在这时，门外来了一个男人。男人自称是古北镇经济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张丰玉，此次前来就是想让研一方宣传一下他们那里的非遗技术草木染。没想到正与许岩接下来的计划不谋而合，双方立即达成了合作。隔天，许岩将自己打扮一番，然后戴上婚戒，哼着小曲去参加聚会。可他刚下车就接到了史蒂夫的电话。史蒂夫为了挑唆许岩和沈浩明的关系，将巴莱金对沈浩明有3个月的考察时间说了出来，甚至表示沈浩明之所以帮研一房，就是为了稳住许岩不离婚，达成与巴莱金的合作。许岩听完后想起索菲亚给自己说的话，心中开始动摇，再加上史蒂夫的挑唆，据我所知，今天这个饭局就是为了让巴莱金夫妇相信你们是模范夫妻，感情稳定。他还买了营销号，准备在饭店附近偷拍你们俩，发些恋爱小通稿，做戏做全套。唉，如果沈浩明搞定了巴莱金的合作，他进董事会也就8九不离10了，没准还1时4秒。说完了吗？差不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在生意场上，凡事还是要多一点考虑的。许岩虽然对此很是怀疑，但他还是换上一副笑脸走了进去。这一次他并没有坐在沈浩明身边，而沈浩明也发现了他的变化。他拿出了精心准备的礼物，感谢二人对研一方的帮助。巴莱金夫妇也微笑着回应，还提起了外面关于许岩和沈浩明离婚的传言。他们看着二人如今亲密的模样，认为那些传言应该不是真的。我的确是要感谢我老公，他在背后默默地帮我做了很多事情，甚至有一些都是我不知道的。然而当许岩和沈浩明送走巴莱金夫妇后，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许岩放开了沈浩明的胳膊，眼神中带着一丝冷漠。他说自己已经帮忙演完了这场戏，二人各自的目的都已经达到了。沈浩明却急忙解释，承认之前的行为确实有在别人面前展示二人关系密切的意图，但今天他是真心想要展示二人之间真实的感情。这段时间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所产生的感情都是真实的。就在这时，许岩提起了拍照的事情。沈浩明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迅速发消息让陈琳前来。不一会儿，陈琳带着那个拍照的人出现了。沈浩明一脸严肃地说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人想要干什么，他不会请这么笨的人来拍照。此时二人都清楚，有人想要对付沈浩明的公司，而幕后黑手还隐藏在黑暗之中，不知何时会再次出手。这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而是你。人情我已经还了，祝你接下来的合作一切顺利。
随后许岩便转身准备离开。许岩看着沈浩明，心中五味杂陈。他觉得自己一直都没有看清沈浩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后你想帮我，我会大方接受的。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就保持各取所需就好，做不了夫妻就当朋友。保重。在公司里，沈浩明可谓焦头烂额。一方面，他和许岩之间闹了矛盾，关系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公司里堆积如山的事务也让他分身乏术，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就在他深陷这些烦恼，心情低落至极点的时候，陈琳适时地提出了一个建议：去外面放松放松。陈琳说起古北镇正在举办民俗节，那里有扎染、草木染等传统工艺可以了解体验，说不定能让他的心情好起来。原本还愁眉不展的沈浩明听到这个消息后，瞬间眼睛一亮，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帮我处理一下公司的事，这几天我要出差。另一边的许岩也从乔林那里得知了一个消息，张主任又一次发出了前往古北镇的邀请。许岩于是打算等手头这一批方案完成后，把业务交给乔林等人负责，自己则借着这个机会去古北镇放松一番，顺便了解一下草木染等传统工艺。然而当许岩满怀期待地来到古北镇时，沈浩明早已在这里安顿下来好些天了。他不仅当起了船夫，还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小电驴，在古镇里穿梭自如，仿佛已经完全融入了这里的生活。在主任的安排下，许岩开始了对古北镇文化和风景的探索之旅。为了让许岩之后能更深入地了解染布工艺，主任带着他一路游览，随后准备将他带到居住的地方。就在这时，许岩不经意间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那人正是前来拿走自己定制的龙舌兰风筝的沈浩明。许岩一时间有些恍惚，不确定眼前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沈浩明。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主任已经带着他来到了住处，还贴心地给他配备了一台小电驴。第二天，有了小电驴的许岩也开始了他在古北镇的自由之旅。他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感受着古镇的独特韵味。最终他来到了草木染坊，在这里许岩和一群学生一起跟着染坊的老师认真学习各种有关草木染的知识。他不停地为那些色彩斑斓的布料拍照记录，为了以后研一方的业务做准备。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沈浩明竟然也出现在了这里。眼前这个清爽帅气的沈浩明和之前那个浑身散发老前锋气质的他简直判若两人。更让人惊讶的是，沈浩明对老师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他侃侃而谈，说起草木染的本质是将自然界中各种东西的颜色幻化在布料之上，还详细列举出了不同颜色的配方。看着突然出现在这里的沈浩明，许岩心里不禁泛起了嘀咕，怀疑自己是不是被盯上了。而接下来的事情更是让他始料未及。在染布环节，许岩和沈浩明竟然被分到了同一组，无奈之下，两人只好选择一起合作，这让他们不得不又一次面对彼此。当许岩开心地染出了自己想要的紫色布料时，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然而当他转头看见沈浩明时，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脸严肃。布料染好后，许岩看着眼前那片美丽的紫色，心中满是成就感。这时他才发现沈浩明已经不见了身影。许岩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便回到住处。可当他准备走进房间，竟然意外地看见沈浩明出现在了这里。沈浩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说。这一整天下来，又是邻居又是同学，你想干什么？我是真的已经住在这里好几天了。此时的许岩心里充满了疑惑，他认定沈浩明是在跟着自己，而沈浩明则一脸无奈。他心里清楚，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他怎么也没想到许岩会在这个时候来到古北镇。他原本只是想找个地方放松心情，了解一下传统工艺，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遇见许岩，还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误会。我真不知道你已经来了古北镇好。随便你，无所谓。如果你不高兴，我可以走。不要在我面前出现就行。只是因为许岩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不要在我面前出现就行。沈浩明竟真的从许岩的视线中消失了。许岩回到房间，心情有些烦闷。这时手机突然响起，是姐姐打来的电话。许岩接起电话，告诉姐姐自己在这里过得很好，唯一不好的点就是遇见了沈浩明。乔林得知许岩和沈浩明之间的情况后，心里清楚许岩其实内心里还是有沈浩明的。他忍不住对许岩说起沈浩明为严一方和公司所做的帮助，称赞这是智慧的表现。乔林还说起二人感情危机之后，沈浩明从未对其他人表现出过兴趣，一直都在努力想要挽回和许岩的这段感情。然而许岩却觉得他们之间总是夹杂着利益的纠葛，这让他十分苦恼，始终不明白沈浩明到底想要什么。在一片困惑之中，许岩挂断了电话。与此同时，乔林正全身心地处理着公司的各项业务。林涛匆匆赶来，一脸焦急地说公司账户上已经没钱了，还差100万。乔林说起工厂那边着急出货，只能先挪用一部分钱去应急。林涛说完情况后便不再多言。就在这时，于一鸣前来找乔林，林涛见状便让乔林先去吃饭，自己留下来处理这些事情。那你来了我就不加班了呗。走了啊。哎，哦，帮我把电脑关一下吧，谢谢。好。
然而林涛之后那转变的眼神，让人隐隐感觉到他似乎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打算，仿佛即将走上一条黑化的道路。另一边，许岩发现隔壁房间的沈浩明已经退房，住进了一对甜蜜的小情侣。去上课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沈浩明的身影。心思早已不在染布上的许岩，不知不觉来到了第一次遇见沈浩明的风筝店。他站在店里，目光被那些五彩斑斓的风筝吸引，便向老板问起龙舌兰风筝的事情。从老板口中，他得知那个定制龙舌兰风筝的人果然就是沈浩明。老板还告诉他，这古北镇上面的各种设施都有金达集团的参与，而且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沈浩明也来这里学会了制作风筝，之后便前去学习草木染了。此时的许岩才恍然大悟，原来沈浩明真的没有欺骗自己，二人之间的相遇真的是巧合。这个我要啊，不过我还想定制一个龙舌兰的风筝。然而此时的沈浩明却独自住在湖边的房车里。自从许岩说出不想见到他后，他只能选择离开，默默地躲着许岩。他向陈琳倾诉自己真正来到古北镇的原因，原来是因为得知许岩要开设草木染系列，自己这次前来就是为了深入了解这个事情。之前许岩因为巴莱金的事情生气，他只能默默地去做这些准备。说着说着，沈浩明突然想起了主任要选择话剧角色的事情，于是立刻起身前往。另一边，晚上许岩回到住处，意外听到小情侣兴奋地谈论着有话剧排练，可以去看看。这引起了许岩的兴趣，他决定也去凑个热闹。当许岩来到话剧排练现场后，竟然意外地发现舞台上的演员中竟然有沈浩明。而此时的沈浩明也发现了台下的许岩，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立刻撒腿就跑。许岩则不紧不慢地骑着小电驴跟在沈浩明的身后。你躲着我干什么？我没有。我会吃掉你吗？我困了。困了还是心虚？此时的许岩还以为沈浩明要搞花样，然而沈浩明真诚地告诉许岩，自己是真心想要学习草木染，就是为了之后能够和许岩有更多共同的话题，希望许岩不要认为自己在演戏。不用刻意躲着我。我还可以当你的同学吗？别迟到就行。从那之后，二人又一次成为了同学。他们不仅一起骑着小电驴在古镇里游玩，还一起参观更多的染布技术，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在不知不觉中拉近。然而就在他们参观的时候，一幅精美的布料图片出现在众人面前，大家都被那绚丽的色彩和细腻的纹理所吸引，纷纷询问制作这块布料的师傅。可得到的消息却让人有些失望，原来制作这个布料的古北镇师傅3年前就不做蜡染了。就在大家都感到惋惜的时候，沈浩明突然想起自己认识这位师傅。这个出大师，我倒是认识。你认识？沈浩明带着许岩来到蜡染初师傅的宅院前，初师傅热情地将二人迎进屋内，初师傅亲自泡上茶招待二人。我们在染布坊的展厅里看到了您的蜡染作品，实在是太惊喜了。然而当许岩提及希望将初师傅的作品推向市场时，初师傅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他愤怒地说道自己早已不再做蜡染，那些作品宁愿烂在家里，也绝不愿被拿到外面去售卖。说着他竟将二人面前杯子里的茶水一股脑倒掉。沈浩明和许岩无奈只能暂时起身离开。走出宅院，许岩心情低落，他自责可能是自己的话太冒犯了，但院子中的蓝色染布又让他觉得初师傅并非真的讨厌染布，背后定有隐情。带着满心疑惑，许岩和沈浩明找到了镇上的百事通，从他口中，二人得知了初师傅的婚姻过往。曾经初师傅和初师娘在苗族村寨一见钟情，那是一场浪漫而美好的邂逅。之后二人来到这里，一个负责画布，一个负责染布，配合默契，生活虽不富裕却也温馨。但好景不长，随着时代的发展，初师傅坚守传统，不愿接受新的技艺和理念，而初师娘则觉得初师傅固步自封，挣不到钱没出息，矛盾逐渐积累，终于二人分道扬镳。许岩这才恍然大悟，初师傅不肯再做蜡染，或许是因为那段失败的婚姻让他失去了继续创作的动力。那蓝色的染布里藏着他对过去的眷恋与伤痛。另一边，公司里的乔林因贷款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最终还是病倒了，感冒咳嗽不断。林涛看着生病的乔林，打算叫于一鸣过来帮忙，乔林却觉得这只是小事，不用麻烦别人。随后林涛为了缓解资金压力，按照严一方的规模，贷款或许能缓解公司的危机。说着这些后，他拿出体温计给乔林量体温，发现他发烧后，立刻拉着他去开药，然后送他回家休息。做完这一切之后，林涛返回公司帮乔林取手机。就在这时，于一鸣的电话打了过来，林涛将之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于一鸣，二人约定在乔林家楼下见面。于一鸣赶到后接过手机，向林涛表示感谢，便匆匆上楼照顾乔林。而林涛站在楼下，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让人隐隐觉得他即将走上一条黑化的道路。第二天，许岩和沈浩明再次来到初师傅的门前，他们诚恳地向初师傅讲述着接受新事物的重要性，只有不断交流和创新，作品才能充满活力，才能走得更远。然而初师傅依旧固执地摇头，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愿做出改变。就在初师傅准备转身回屋时，许岩鼓起勇气说道：
所以你根本不是抗拒蜡染，而是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如果像您所说的，不再蜡染了，那后院的板蓝做什么用呢？不再做蜡染，或许是因为没有了出师娘来配合染色，那段感情成了他心中的结。出师傅的身体微微一震，但还是关上了门。走出出师傅的家，许岩和沈浩明漫步在古镇的街头，他们谈论着出师傅，都觉得他不是染不出那种独特的蓝色，而是曾经陪伴在他身边的人已经离去，那份孤独和失落让他失去了创作的热情。出师傅之前是因为非常想要控制自己的生活才导致这样。那所以呢？你的控制欲治好了吗？治疗当中。当初师傅的故事与许岩、沈浩明的情感轨迹惊人相似。许岩决心助力出师傅与出师娘重拾往日温情，为此他特意前往出师娘经营的小货摊，以学习染布技艺为契机，巧妙邀请出师娘共度一段时光。在交流中，许岩巧妙地将话题引向在艺术展厅中出师傅的杰出作品，并透露出出师傅目前生活困顿，不愿与人交流的现状。出师娘在交谈中意外发现，许岩竟知晓他们夫妻间的过往，心中不禁泛起涟漪。我今天之所以来找您，就是想告诉您，出大师其实没有放弃蜡染技术，他所谓的找不到生活的那一抹蓝，说白了，其实就是跟您。行了。出师娘误以为许岩是出师傅派来的说客，心中顿生不悦，未等许岩进一步解释，便气冲冲地转身离去，不慎将头上的银发簪遗落在了地上。这枚发簪承载着他们往昔的深情与回忆，此刻却静静地躺在地上，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未了的情缘。与此同时，沈浩明打来电话，带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他在蜡染展厅偶遇了出师傅。出师傅不仅现身展厅，还办理了年卡，且全程戴着口罩，似乎在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当沈浩明试图上前相认时，出师傅只是匆匆摆手，便消失在了人群中。这一系列举动让沈浩明和许岩意识到，出师傅或许正在默默做出改变，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挽回与出师娘的感情。这种默默的努力与沈浩明自身曾经的经历不谋而合，让他更加坚信出师傅的真心。就在此时，细心的百事通发现了许岩身旁的银发簪，正是出师傅昔日赠与出师娘的定情之物。这结婚时老出送他的，戴几十年了。这一发现让许岩和沈浩明看到了缓和出师傅与出师娘关系的契机，他们决定携手为这对曾经的恋人创造一次重逢的机会。沈浩明带着发簪找到出师傅，谎称是出师娘托他带来的，并告知出师傅，出师娘正在山顶的咖啡店等待他。出师傅心中虽有疑虑，但终究还是抵不过对出师娘的思念，决定前往一试。另一边，许岩也找到了出师娘，告诉他发簪丢失后被出师傅捡到，现在出师傅正在山顶咖啡店等他。出师娘听后怒气冲冲地前往，心中却也藏着一份难以言说的期待。然而当两人在山顶咖啡店重逢时，本以为会是一场温馨的重逢，却意外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终不欢而散，在许岩和沈浩明面前分道扬镳。沈浩明见状急忙追上出师傅，坦诚自己虽然欺骗了他，但出发点是为了给他们创造和解的机会。他分享了自己曾经因面子问题而失去心爱之人的遗憾，强调无论尝试多少次，追回心爱的人都是值得的。他还提到出师娘多年未再婚，且一直佩戴着出师傅送的发簪，这足以证明他们之间的感情依旧深厚。另一边，许岩也拦住了出师娘的去路，他耐心地解释出师傅想要复合的真正原因，并非贪图出师娘的染布技艺，而是因为出师傅在失去出师娘后，创作灵感也随之枯竭。他强调他们之间的感情纯粹而真挚，与沈浩明和自己的感情一样，都是基于深厚的爱意与相互的理解。许岩还拿出了出师傅学习新展品的视频，证明出师傅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希望以更好的姿态回到出师娘身边。出师娘在许岩的劝说下，心中的坚冰逐渐融化。她回想起与出师傅共度的点点滴滴，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为了他们感情中最宝贵的财富。她意识到，尽管时间流转，世事变迁，但他们之间的感情依旧如初，那份纯粹与真挚从未改变。我不信，他连当面承认都不敢，靠别人来说算什么？谁说我不敢？再帮我染一次吧。我要的是那个染布的人。最终在许岩和沈浩明的精心撮合下，出师傅与出师娘终于放下了心中的芥蒂，重新走到了一起。他们的重逢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种弥补，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他们明白，真正的爱情需要经历风雨的洗礼，才能更加坚韧与珍贵。而这次的重逢，正是他们爱情故事中最美好的篇章。晚上，许岩去看沈浩明参演的话剧，看着沈浩明在台上为了挽回自己，扛了那么多的米袋，很是动容。如果你再次问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会跟你说，我是那个发现我自己还是爱着你的人。
沈浩明借着话剧表演的独特氛围，将内心深处对许妍的深情缓缓道出，每一个字都承载着他深沉而炽热的情感。话剧落幕，两人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悸动，不顾一切地冲向对方。在柔和的月色下，他们的唇瓣轻轻相触，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之静止，只留下两颗心在热烈的碰撞与交融。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方磊正与韩卫平家中喝酒，醉意渐浓的方磊开始不自觉地回忆起自己的留学生活，韩卫平则表面装作倾听，实则暗藏心机，一步步引导方磊吐露更多关于沈浩明与他姐姐的过往。得知沈浩明曾与方磊的姐姐有过一段感情，甚至姐姐还意外怀孕的消息后，韩卫平的眼中闪过一丝算计的光芒。可以了，孩子是谁的？韩卫平带着这份珍贵的信息，找到了他的干爹金达集团的曲总。曲总身旁站着的是屡次对许妍使绊的史蒂夫。面对韩卫平的汇报，曲总并未多言，只是冷冷地挥出一棍，打在了韩卫平的手上，惩罚他这么久还没有得到有关的信息。无奈韩卫平为了获取更多情报，忍痛继续从方磊那里下手。而此时的方磊似乎已对这位一直照顾他的男人产生了情愫，不仅对他关怀备至，还主动说起之后为他挑选西装。然而当韩卫平提及许妍与沈浩明复合的消息时，沈浩明和许妍复合，但不会再离婚了。方磊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他终于意识到沈浩明的心中从未有过他的位置，是时候放下这段无望的感情了。韩卫平趁机追问方磊姐姐怀孕的细节，但方磊却不愿再提及那段痛苦的回忆，只是淡淡的说自己当时喝多了。演艺方内一场突如其来的资金危机打破了原有的平静，林涛焦急的四处奔波，却始终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最终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老家的金融机构。然而乔林在匆忙中未仔细审阅合同，便草率地盖上了公司的印章，这也为日后的麻烦埋下了伏笔。而另一边，沈浩明则沉浸在与许妍复合的喜悦中，同时他还成功与巴莱金先生达成了合作，事业可谓双喜临门。回到公司后，他兴奋地向父亲汇报了自己打算拿下一块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地块的计划，并表达了自己对开发该地块的信心与决心。这段时间的出色表现赢得了父亲的认可与赞赏。父亲决定在下周的董事会上正式宣布沈浩明进入董事会，这无疑是对他能力与努力的最高肯定。同时，父亲也语重心长地告诫沈浩明，未来无论在事业还是感情上，都要以诚信为本。伪造感情的美好经历或许能暂时掩盖真相，但终究无法长久。沈浩明深知父亲话中的深意，他联想到自己与许妍之间的感情，正是因为坦诚相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也明白，未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守诚信的原则，与许妍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你们和好，我和妈妈在这。最重要的是，浩辰一定会非常的高兴。是的。蒋亮得知许妍与沈浩明复合的消息后，心中虽有失落，但更多的是对许妍的祝福。他找到许妍，表达了自己愿意成为她坚实后盾的意愿，就像乔林一样，成为她永远的娘家人。许妍被蒋亮的真诚所打动，她深知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也珍惜与蒋亮之间的这份深厚情谊。回到家中，许妍与沈浩明、沈浩辰围坐在一起，享受着难得的温馨时光。她发现沈浩辰的心理状态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再是那个孤独封闭的男孩，而是变得开朗自信起来，这让她感到无比欣慰，也更加坚信他们之间的生活将会越来越美好。曲总身为沈父多年得力帮手，看着沈浩明长大的人突然主动找上门来。沈浩明深知曲总此行目的不纯，但出于礼节和表面的和谐，还是特意安排人泡上了曲总最爱喝的大红袍来招待他。两人坐在会议室里，表面上客客气气，实则暗流涌动，彼此都心怀鬼胎，却又都默契的没有点破对方的意图。曲总在离开沈浩明的办公室后，坐在车里开始盘算起股份的事情。经过一番分析，他发现目前自己在股份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他心中成型。他打算让韩卫平去深挖沈浩明孩子的事情，一旦这个秘密被曝光，他就可以利用舆论的压力，在后续的股份争斗中轻松占据上风。韩卫平接到曲总的指令后，开始四处寻找突破口。这时他得知陈琳正为女朋友生日的事情而苦恼，韩卫平眼珠一转，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主动找到陈琳，表示自己愿意在女朋友生日那天帮忙送沈浩明回家。陈琳正为如何安排沈浩明的行程而发愁，听韩卫平这么一说，便欣然答应了。到了晚上，韩卫平如愿以偿地送沈浩明回家。将沈浩明送上楼后，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离开，而是悄悄地脱下鞋子，蹑手蹑脚地在房间里开始寻找有关沈浩辰的消息。经过一番仔细的搜寻，他终于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发现了藏着秘密的保险箱。然而当他尝试用沈浩明的生日和车牌号作为密码时，却都以失败告终。就在韩卫平感到有些沮丧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许妍。他想起沈浩明和许妍结婚的日子是2023年9月20号，心中一动，便试着输入了这个日期。没想到保险箱咔嗒一声，竟然成功打开了。第二天，各大新闻网站和媒体纷纷开始报道金达集团的事情，他们大肆宣
扬金达集团内部高管未婚生子的丑闻，一时间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股东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要求沈父和沈浩明前来召开股东大会，要他们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此时的沈浩明也发现了保险柜里的亲子鉴定报告不见了，他心急如焚，立刻安排管家将沈浩辰接回家，生怕孩子受到任何伤害。同时，他让陈琳想办法将媒体上所有的新闻全都撤下来，强调这涉及到孩子的身心安全，必须尽快处理。然而流言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入了沈浩辰的耳朵里。在学校里，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开始对沈浩辰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沈浩辰，你今天有名了，成大明星了。啊？什么意思啊？你哥其实是你爸这件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你们再胡说八道，这不就打死你！别打了！老师虽然及时出面阻止了同学们的不当行为，但沈浩辰的心里还是留下了深深的芥蒂。在跟着管家回去的路上，沈浩辰拿出手机，看到了网上那些关于自己的流言蜚语。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和痛苦。真相暴露后，金达集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股票开始一路下跌。曲总看到这个局面，心中暗自得意，他也开始准备收购更多的股份，企图进一步掌控金达集团。董事会上气氛紧张的如同即将爆炸的火药桶，曲总率先发难，说起目前外界传出的风波，言辞犀利地指责沈浩明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众人也纷纷附和，一直强调股票跌落的事情，要求必须立刻做出回应，否则公司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后果。就在众人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沈浩辰突然出现在了会议室门口。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我们在开会，你先出去吧。你回答我，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沈浩明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他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先将沈浩辰抱出去。面对沈浩辰的质问，沈浩明却无言以对，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解释这一切，他只能让陈琳先送沈浩辰回家，承诺之后再向他解释清楚。然而等到沈浩明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却发现沈父再也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了。面对这么多人的谴责，沈父的脑袋一片空白，身体也开始摇摇欲坠。沈浩明赶紧上前扶住父亲，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离开了会议室。大家拭目以待了啊！看看这位老大哥能拖到什么时候？目前市面上有好几家公司都在大批量收购金达的股票，最多的是思拓建筑，收购了多少？3.7%，还在不断增长。沈浩辰身世曝光，给金达集团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公司股票价格下跌。曲总瞅准这个绝佳时机，开始大批收购金达集团的股票，妄图进一步掌控公司的命脉。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轻易放过这个已经陷入困境的家庭。就在曲总大肆收购股票的同时，沈浩辰竟私自跑下车，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这个年幼的孩子在突如其来的舆论风暴下，内心充满了恐惧与迷茫。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眼前的混乱。独自坐在路边的沈浩辰，眼神中满是无助与彷徨。这时韩卫平意外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韩卫平深知沈浩辰此刻最渴望的是什么，他巧妙地利用了孩子对母亲身份的好奇，声称自己能够带着他去见到亲生母亲。那你想不想知道你妈妈是谁？想。那我带你去见她。年幼的沈浩辰哪能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于是便跟着韩卫平上了车。车子一路驶向一个偏僻的地方，最终停在了一座破旧的建筑前。韩卫平让沈浩辰暂时待在阴森的建筑中，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等会儿会把他的妈妈接来这里。单纯的沈浩辰信以为真，乖乖地留在了那里，却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陷入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另一边，沈浩明在得知沈浩辰失踪的消息后，心急如焚。就在这时，他接到了韩卫平发来的照片，照片中显示沈浩辰就在永祥大厦。沈浩明立刻通知警方前往救援，同时打电话让许岩跟着自己一起去接沈浩辰。当他们匆匆赶到永祥大厦时，终于发现了背后搞鬼的人正是韩卫平。沈浩明怒不可遏，立刻追上去拦住了韩卫平，将他狠狠打倒在地，并厉声质问他沈浩辰的下落。得知消息后，他立刻通知许岩前去。在众人的努力下，终于将沈浩辰从那座破旧的建筑中接了出来。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刚走出大厦，外面竟然全是记者，他们纷纷围上来问其有关沈浩辰的事情，场面瞬间变得混乱不堪。沈浩辰本就脆弱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他突然挣脱了沈浩明的怀抱。看来沈浩辰也很想知道真相，能不能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为了尽快解决这场混乱，保护孩子不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许岩大声说道自己就是沈浩辰的妈妈，并恳请记者们不要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在许岩的恳求下，众人终于渐渐散去，他们也得以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第二天回到家中，沈浩辰仿佛变了一个人，他静静地坐在房间里，面对端上来的饭菜一动不动，一个人默默地坐着，话也不说。他的眼神空洞而迷茫，众人才意识到这次身世曝光的事情对沈浩辰的伤害实在是太大。